Hello，欢迎来到黑皮好事，欢迎第一组的伙伴们，大家好啊！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哦！农历年到了，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特殊的新年的主题哦，来看看哦，今年度有什么重要的3个讯息，宇宙一定要让你知道的，这一定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3件事，在今年度，它是怎样的一个能量，怎样一个历程？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收获它？这是我们今天占卜的目的哦，来帮助大家抓住自己的好运。好，首先我们今天会有一个转盘，这个很久没有出来了，它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哦。那我们来利用我们的卢恩符文来看看这个你们的3个主题，3个重要的讯息是关于什么？让宇宙来告诉我们第一组宝宝，这未来的一年有什么3个重要的讯息是必须让你们知道的。哇，这个我觉得是消息在这儿，这个在这边比较偏向财富，财富。哇，这个有一个目标，3个符文，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哦。3个主要的，先放一边哦。我们今天把那个牌一样哦，先抽出来。抽出来之后，我们更清楚去了解所有的面向。好，先来做神谕卡。关于你们这个消息，我们来了一个消息，对不对？消息，这个消息是关于什么？让宇宙给我们一张主牌。哇，有人在说话。这个消息是关于什么？然后再给我们1张、2张、3张好，3张，我们今天抽3张，多一点。木锤、郁金香、袋子。好，继续。关于我们这个消息，神谕卡出来了，我们再来看看塔罗。直接来2张，那就是2张了。要告诉我们什么？好了，全部的牌都抽出来了，我们要把它放清楚一点，大家这样看得到。来看看我们第一组宝宝，你的第一个讯息，这样的一个消息是关于什么？先看这个卢恩符文，来了一个符号。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个消息，关于这个卢恩符文哦，它是一个直接就代表金钱跟资源、收入以及价值交换的一张符文哦，在这里搭配着你的消息这个讯息哦。我觉得这个神谕卡在表达说，你今年一定会收到一个跟价值、跟金钱、跟资源有关的明确的通知。这个讯息可以是可能是一个信件啊，或者是说一个电话啊，甚至就是一个正式的文件。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牌哦。我在我们的地主宝宝年这边抽到第一个讯息是关于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关于金钱跟实质物质上的收入的话，所以啊，这个不是一个模糊的暗示哦，是白纸黑字哦，口头的确认，正式的告知那一种。不是你自己猜的感觉的，是外界会主动给你这样子的消息。我觉得一开始你可能不太确定这消息的真伪，因为这有一个人在告诉这个人哦。你可以说他的过程似乎来的不是那么确认，但是他会有一个落定的方法。这旁边有个木锤哦，木锤代表的是一个讯息的确认，甚至涉及到法律或者是公正性，法官啊，或者是说重要的人士的判决。所以如果是在一个法律上的，或者说在争取什么样的一个权利义务上，这有一个讯息会透露到你这边来，而且我相信是好的。然后第二个，这个郁金香代表的是一个很极度的热情，这个热情会来自什么？或许这样的事情会造就你之后产生很大的一个信心。
这个信心来自于这个消息势必是对你有利的，偏向你这一边的，你才会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因为尤其又在这个法律或者制度或裁决的保障之下，它象征的可能是合约啊，或者是公司的规章啊、审核的流程啊、裁定的结果啊，都正式的通过。这郁金香代表一个美好的情绪的价值哦。所以也就是说啊，这样的讯息的透露啊，一开始可能会让你有点不太确认，有点恍神，有点 confuse 啊，有点混乱，甚至不太确定。但是慢慢的，这个消息在这样的一个讯息来到之后，你会马上的知道，你会马上的接收到这样的能量。所以啊，这很可能就是你某个合约会获得，或者是说订单的获得，或者是说你的薪资结构甚至都会改变。这也代表我刚才说的这个罗恩符文，也代表一个金钱上的一个价值哦，直接就赋予在你身上，是制度给你的，尤其又在法律这边给你一个保障的话，所以可能是分红啊，或者是说奖金不错，或者是说某种补偿。这一定是直接的关系哦，非常棒。因为热情来到这里，郁金香也代表的是被欣赏啊，或者被挑选中啊。可能你就是那一个被点名的、被 promote 的那个人，所以有一个机会哦，这个消息绝对是有利于你的，而且你会得到一种很物质上、金钱上的得到，因为后面来一个袋子也是钱，这代表一个重要的事情，可能是新的工作、新的收入，有没有？袋子里面有什么？不管是金银珠宝还是真的是钱币，代表的都是一个丰盛哦。所以我觉得这3张牌连在一起哦，别人会看到你的能力哦，而且觉得你很值得。你在一个竞争里面哦，会比较容易被选上。这个好消息绝对是关于这个甚至啊，你今年收到这个消息也不会只是钱，可能是对你价值的肯定。这个有一个价值感在这里，而且心情上的热情跟愉悦又在配合住的话，所以这非常的直白哦，绝对是装进袋子里的东西，你一定可以入袋哦。这真的跟加薪有关，我觉得，甚至是实质的收入增加，或者说你的投资标的突然暴涨，非常棒，长期的价值，不是一次性的交换，是长期的一直累积哦。这种官方的落定，或者是说有权力甚至有影响力的机构发起的，你看这个木锤代表落定哦，很确实，就像法官在敲定一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混合性的能量在这里，我觉得非常棒哦。这绝对不是小钱哦，看起来很不错。然后你们的那个塔罗啊，讲了一个细部的核心哦，也很不错。这来了一个特殊牌是荣誉哦，大家好像在游行哦，在做活动，是被看见的，跟你前面的被肯定是不是很像？木锤的肯定，这里非常重要，因为它奠定了整个事件的一个本质哦。这个核心哦，不是运气，而是你会撑过一个不公平，或者是不被善待，或者被低估的时间，或者是别人给你一些错误的讯息，在引导你之前哦，之前的能量可能会这样有点混乱，但是慢慢你会走向一个公平，走出来哦。这个是说你会有个名分，会有个回报，这可以是一个真的是刚才说工作上的消息，也可能是一个关系上很认定的一个消息，好消息。大家走上街头，而且是被大家欢呼的，被大家拥戴的，这个是很棒的一个补偿性哦。如果你之前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混淆的东西让你不确定的时候，而且中间来了一个圣杯五，也有损失跟失望跟遗憾，在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得到重新被看到之后啊，过去的一些机会你可能曾经失去过，或者是被拒绝、被忽略，或者是说对某段时间的努力感到疲惫，因为没有得到回报，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白做了，都等不到消息，等不到好的一个反应的时候，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会被处理掉。我觉得你们一定会觉得不抱持任何期待的时候，这个消息突然来了，因为后面又来了一个命运之轮。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的失去，更多是说你们曾经在这样的混乱之中，被这样子两个很强大又有好运的
的牌夹在当中的话，这可能是你过去的情绪会被处理掉，它可能会长期的，应该说它已经长期的影响你。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圣杯五的情绪，就像这个人在医院里面，似乎他生病了，或者是说他身体不好，总是有点遗失、失落或损失的时候，这个损耗不一定是身体上的健康上，也可能是精神上。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人在安慰他，然后有2个小天使，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东西会被你们的事情重新被认证或被认可、被欣赏，然后甚至带来好运的时候，这个就被处理掉了。所以这事情消息会急转直下，完全出乎你的意料，就在这里，它是一个好运的转折，不可逆的改变。所以最后命运之轮非常漂亮，那代表事情会正式的翻页你这个好消息会让你走到下一个阶段，你不需要再苦撑中间如果有苦撑的那种过程那个新的局势即将开始，而且自动往你这边滚动。好运命运之轮的滚动，这2个男女在玩的什么游戏机，对不对？可能看得到好多奖品。这也是一个 lucky 的过程所以这个命运之轮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你的所谓的消息里面表示这个通知一旦出现，很多事情就会联动改变，而且不是只有一件好事，而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2个目标里面出来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OK， 继续看我们的目标给什么样的一个神谕卡。哇，小天使出来了，保护者，不错。来，一样来了3张牌，梯子，星星，这张绿色，我觉得这张绿色我想拿出来。哇，事业，我们的消息似乎真的跟事业有关。来，塔罗牌继续了解一下关于什么。关于我们第2个目标，目标给我们的1号宝宝怎么样的一个历程？哇塞，看起来不错哎。哇，你们第2个讯息，这个目标来了一个跟你们第1个几乎一样的消息，你们的职业真的会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因为这个是一个目标的前进。来了一个卢恩符文，就是代表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孕育，而且是长期的计划。它代表的是新生滋养，新的一个看法带来丰富的资源它是一个有创意、创新，然后会是一个内在成长，然后影响外在发挥的一张牌所以你的创意力跟你的决定目标的方向会影响你的结果，这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牌再来看看细部的我们的出来的神谕卡，这个小天使是一个监护人的意思有人在保护你，有人在保护你。所以这个新的希望、新的目标、新的蓝图，有可能它不是灵光乍现的那一种愿望，而是你已经在路上，只是说你还没有看到终点。这个讯息不是在告诉你去设定目标，而是在告诉你，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正确的方向，有没有？去继续的前进，卢恩符文就这么说。而且这个监护人，有可能你本身就是那个监护人，你要保障你这个目标去达成，这个很有关系，跟你前面的是有关系的。再来细部了，来了一个梯子，这个不止你有人罩，这个有被保护有人罩，也代表你可以打消一些念头，例如你不是孤军奋战，有人会默默替你挡事，然后甚至是有制度、有贵人、有前辈、有系统在背后支持你，然后去走上这个梯子，对不对？你不需要觉得你怎么这么累都要自己来。这2张牌在一个现在看起来的目前你的阶段，你可能过去有很累，有一直苦撑的感觉但是你之所以能够撑到现在，就是因为你一直受到某种资源的默默保护。你有没有去放大它？而且你的目标是对的，一直在说这个梯子已经是往前晋升的意思往上爬嘛。下面的关键是也是你会获得成功到达成功的顶端
利用这个梯子哦，它不是一步登天的哦，它是一阶一阶的往上爬，所以跟这个我们新生的一个目标方向的慢慢的去，刚才说由内而外去落实，然后去肯定，然后去达到，那过程是很像。它甚至是一个你情绪上的慢慢升等升级，你可以知道你自己的方向在哪里。所以这个梯子是非常棒的一个，甚至代表升职啊，或者是说你会进阶啊，社会地位、专业技能的提升都有可能哦。从做事的人变成被看见的人，这个梯子就有这样成功顶端的意思。我觉得你们的牌好好，跟前面的第一个消息配在一起，几乎变成两个配在一起，变成一个很大的消息。等于说这个过程哦，是你必经的，你要通往这个更高、更远、更大的这个目标的必经过程，就是这个梯子，慢慢一阶阶往上爬。第二个来了星星，关键字直接保证成功，直接就是保证成功。这张牌根本就是官方保证，又有监护人，然后又有梯子，还可以保证成功。这不是安慰牌哦，这是命定哦。你现在这条路绝对是对的哦，这个目标一直在说，这个消息日关要给你的，你现在的做的这件事情不是新的目标，绝对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个路绝对是方向正确，你不要放弃，一定要走到最后。你不需要怀疑，过去你曾经有怀疑的话，星星在这里也代表去把你的梦想放大，去把你的希望看得更大更远。有梦绝对很美，而且你绝对会看到，你会抓到那个星星的。事业来到事业，直接说你的目标跟事业有关，所以我们第一组宝宝，你的第二个讯息啊，就接填你前面第一个讯息，这个事业真的是100%确定哦。这不是一个感情，也不是什么内在疗愈，而是现实世界上事业的成就，是实质的东西哦。所以它包含的哦，这可能是工作、创业、个人品牌，或者长期经营的某一种你要展现的成果，甚至是一个社会角色的定位，慢慢爬上去了。有人在保护你，这个小天使可以任何的人，你的贵人就是小天使，他在旁边帮你。所以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我觉得简直有没有太好？这个新年听到这样的消息，觉得非常的棒。那西部的历程是怎样？这有一个故事线哦，来了一张什么牌？权杖的10号牌。压力、焦虑，有没有？紧张，甚至有点紧张。这种好像几个人这是在赛车嘛，反正冲得很快，冲得很远，在做的一些比较需要一些耐力的事情。所以你现在啊，或者是你过去，你可能觉得很累。这直接点破你现在可能在焦虑的事情，很累，觉得责任都压在自己身上，觉得怎么还没有结束？不管你现在做的什么事情，明明就快成功了，但是那个情绪却很难去继续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牌在告诉你啊，你的事情至少已经走了2/3了。权杖10很多时候就是要把这样子的压力变成责任，这叫做什么？你就是有能力啊，你就是有一个你要做更远大的事，更大的事，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必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中的压力，你把它当作你就是有这个能力去承受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释怀，而且这个压力把它变成责任。刚才通往你的成功的阶梯，不就是一步一步要去达到的？所以不是一步登天的，是要慢慢的。所以你要承受，你要把这个情绪好好的转换，这个能量才会让你所用，变成你自己为了走到最后撑下去的能量，而不是变成很压力，然后很消耗。你要想到你最后的目标，你为了什么，你就会有走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月亮牌在中间也告诉我们，你们现在的过程里面，焦虑一定有，不确定性，然后担心走错路，然后害怕失败了，或者是说最后一无所有，想很多，晚上睡不好也可能。因为月亮牌有一种隐忧哦。这张牌不代表事情不好，而是说你的心理的状态，它不跟你现在的事情达成匹配哦。你现在其实是朝一个目标慢慢去达到的一个过程里面，如果你的情绪是用月亮的这种焦虑去看待的话，你就会把自己过得很辛苦。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朦胧美了，觉得朦胧爱
暧昧时最美，不就这个意思吗？就是朦胧不清的时候，才更有一种新奇的期望，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嘛，你反而会可以期待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你自己想不到的东西。你把这个想不到的东西当做你的学习，当做你的突破，你就不会觉得那是障碍。这就是月亮牌这边说的，你不是不行，只是太累了。然后你不要怀疑自己，可以让自己的内耗降低到最后。这个月亮牌最后是，我觉得在中间是很大的提醒。那当你处理掉这个，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压力变成你自己的责任，变成你就是要往最后达到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最后胜利就出来，又是一个游行的牌，跟你前面是不是有点像？权杖六代表的就是胜利，很漂亮啊，在最后会是一个公开的成功成就，是被看见的胜利哦。别人会认可你，而且会欣赏你。这不是你自己知道就好，而是大家都会知道，大家都会知道你的好，你的成品好，你的成果好，甚至你的这个事业的某种专业性也被发挥的，大家都看得到。有没有？就像这个小姐，获取了什么第1名吧，然后坐在车上，这就是一种大众看见的美好，不是你自己独自的欢愉啊。所以权杖六一直都有这样的讯息啊，而且是对应到前面的梯子、星星跟事业的话，这根本就是一张最后会宣布成功的结果的牌。所以整合现在的第二个讯息的重点哦，你第二个讯息重要的是你现在承受的是高压的焦虑哦，但是不是因为你走错路，而是因为你自己其实已经接近在成功的位置上，所以你会觉得能量越来越大，它需要检验你，需要考验你的能量也越来越大，因为它成功很大嘛。所以这是一条被保护啊，被系统允许，甚至被最后啊，结果会被看见的事业制度。所以我觉得你们好运就是要撑，这个是我们第一组宝宝的第二个讯息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3个讯息，一样来一张神谕卡。第3个讯息财富出来了 ，Open your heart， 打开你的心，有没有？如果你之前有觉得累，觉得不行，好好的想一想。这个讯息可能不是要你混淆，也不是在想要让你放弃，而是有些事情你就是要撑下去。蝴蝶，一开始就翻到蝴蝶。11月，直接来11月，轮盘跟命运之轮很像，对不对？再来蝴蝶，应该是某种重生了。好。我们先把牌全部抽完，一起看。第3件关于财富。关于财富，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呢？哇，感觉是不错的。来看看是关于什么。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第3个消息是关于什么？财富。财富来了一个卢恩符文，这是比较通常大家会觉得是坏的符文，因为它是一个强制性的重整，会是一个挫折，会是一个怀疑或者是转型。但是这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跟我们的塔很像哦，必须要经过一段痛苦的过程哦，甚至是伤害，去破坏某些东西。但是强制的去延迟，可能是一个有用的转捩点，就是现在看到的，其实符文要说的关于财富，你会得到相关的财富，但是需要做一个处理。怎么处理？这个消息宇宙在说，开放你的心，这是第一个想要告诉你的。因为啊，在旧有的金钱模式或者工作的方法、价值观啊，可能已经不适合现在的你。所以，如果你不主动去更换的话，命运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你要自己动起来。
所以这不是一个稳定成长型的过程，而是打破原来的安全区，改变你赚钱的方式甚至去重设我要赚多少的标准。你们前面有一个目标的有没有目标去达到去执行？这边再配合说你的财富去获得，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抗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进行。刚才说的目标是没有错的，但是方法可能要改变，这是我现在看到的。去重组吧，因为这边的旧有的方法就是要打破的意思，财富才不会停滞。打开你的心也在说啊，开放更多的可能，开放更多的可行性的代表是一个提醒你一件事这次的改变或现在需要你改变不只是跟金钱有关，而且跟你敢不敢要也有关。敢不敢要？有没有你的目标？刚才说那个那个过程，到最后的东西你是可以走到的。现在就是程序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第一组宝宝年第3个这个讯息，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你心里卡着某一种怕太贪心或者是怕失败或者怕变动然后或者是一直担心会不会后悔，例如这样的事情，跟前面的那个月亮牌有点像所以这边要提醒你要去做更好的选择，开放的心。而且这边有11月哇，这个是不是到年底？因为我们既然说11月，不是11个月就是11月，都差不多是年底了，对不对？所以你的财富你的这个财富这个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就是你们现在财富的写照。你可以走到，但是需要经历一段东西。11月告知了一个时间时间牌11月会来到。轮子的代表某种空转不要优柔寡断让事情空转。这边是代表的是你目前最大的卡点就是关于这个，想很多，然后一直没有真的去动，或者是说一直在修补，然后或者是不停的换方向。轮子这个就一颗轮子，也代表某种不平衡。如果2个轮子同时向前的话，才是真的可以稳定的行走。所以欠缺了某一种东西，这可能是某一种你心理上的焦虑就一直看到这种感觉，因为你们前面的这个目标牌有一个障碍在那边嘛。所以跟你们现在的卢恩符文放在一起的话，也就一句话，再不改你就被迫被更新掉，你自己会被更新掉，你会被淘汰掉，甚至会这样子。你要跟着轮子转，你要赶快找到你另外一个轮子去平衡你现在要做的事情。然后这蝴蝶代表刚才说有一个重生的意思更好的一个改变更好的改变是它的关键字。我觉得一直在呼应一件事情，宇宙在说你的财富的到来一定要经过某一种冲刷期，甚至是震荡期，而这样子的改变之后会得来很好的一个结果。蝴蝶代表的是改变后会更加的轻盈，就像蝴蝶一样，也不再需要那么用力的赚钱，甚至是找到更适合你气质跟能力的赚钱方法，收入的方法。这不是硬拼型的财富，而是换形态的财富。所以我们第3个讯息非常的重要，你可以结合你前面2个职业跟目标去整合。那这样会是一个怎样的历程？后面也还是塔罗牌来了解一下核心的能量，你该怎么做。这边有个权杖的女王牌，这个好像是一对的表演，对吧？这个女生站在最前面，就像指挥一样，它是一个表现、展现的意思。权杖女王有这样子的核心的魅力这张牌在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再躲了，让自己显现出来不要再去低调到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那你的价值就是需要被看见，跟前面的目标也很像，对不对？开放你的心之后，去看见，让你看见，让你被别人看见。这很可能是你个人的品牌，或者是说你自己专业的能力，然后去让它发生，去让它产生影响力。这也可以是一个成果的展现如果就像这个指挥，他可能训练了很久，终于有一天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而且他是一个主位
C 位，权杖女王绝对是 C 位，她不会站在旁边的，你会是一个主角。那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站在这里？你的培育、你的目标就很重要，跟前面我们这个另外一个讯息结合起来看的话，所以你一定要打破，就是你过去太保守的姿态的话，一定要打破。然后金币七这个也很棒啊，这代表投资跟耐心哦。所以你们不会缺钱，你们绝对一定很认真的在赚钱，只是说你们赚钱的东西还没有最后达到最后的成果。金币七通常都有经营很久，然后也努力很久的一个能量。然后这个努力啊跟经营很多时候是投入的，是你很认真的，你甚至不断的修正的。这个投入的过程里面，只是说时间很长，会让人家怀疑说，到底我最后的结果能不能达到，很让人家怀疑，容易这样，很容易让人家怀疑。但是你们不缺哦，你们不缺这个目标的达成的可能性哦，你们缺的是你们有没有长期怀抱这个理想，或去耐心的去做这件事的这个耐力哦。一定要长期的布局，投资自己，然后去愿意等待这个回报的来临。这是这个女孩最后你看，小树苗就算现在是小树苗，以后会变成大树，大树之后就会结实累累，这就是你的回报。不要看到现在还是小苗，你就觉得哎好累啊，我没有办法，我看不到它成长。你没有办法，你一天两天你是看不到它的成长，但是可能你1年2年就看到它跟你之前差异非常的大，而且跟11月也互相的回应啊，对应啊。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耐力赛，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跟体力跟它做下去，跟它耗下去，然后不要让事情空转。这个轮子试着找到平衡的哦，轮子就一个，轮轴甚至也没看到，是不是有些东西遗落了，或是说你的某一种不自信，某种的自我怀疑造成的这东西的不平衡失衡，一个轮子总是不平衡的，所以这样的空转去找到问题点，我觉得你们可以找到，你们是一个耕耘的人哦。可以很快的去慢慢的去发现你自己为什么会少了这一块。我觉得你们的根源的过程里面，你们会慢慢发觉到，这是宇宙在提醒你的。那最后这一张是隐士牌，这个人好像在学习哦，好像在做功课一样，对不对？伏在书桌上，认真的一个光照着他。隐士牌是一个内在的力量哦，一个更好的改变。蝴蝶就在上面，更好的改变。我觉得学习似乎是一个东西哦，是一个建议，一个提示哦，非常成熟，非常成熟的牌。它不是叫你退缩，而是说去学新的东西，去学新的技能，去学的新的知识，甚至找到真的适合你去找到好的财富的方法。因为这是关系到财富要如何改变，如何去蜕变的一个罗恩符号在这边，你的财富会得到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成长，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看得出来，它不是冲出来的，是你去理解后，然后自然去对齐，自然去拿到，然后去呼应你那个能量了。所以整合我们第3个讯息的重点哦，你今年会收到的第3个重要讯息，就是这个财富的关键不在于你要撑多久，而是在于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打破的旧模式下去停止空转，然后做出选择，并且勇敢的去展现你自己的时候啊，其实命运会在下半年度的11月比较晚一点哦，然后带你进入到更好的一个财富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第3个讯息，我们1号宝宝第3个讯息哦，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的3个讯息是明年的今年也更快到了的能量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提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改造更好的自己留言哦，让你想显化的东西赶快来到你身边。一样好，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Hello， 欢迎第二组的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再次来到 Happy House。新年到了，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哦，恭喜发财。那今年就来做一个新年的特别计划。这个计划是关于今年度啊，有什么重要的3个讯息你需要知道的，宇宙一定要告诉你的。这是关于什么？有怎样的历程，有怎样的发展？我们来看看是怎样的能量哦，来让大家在新的年度里面找到一个3个重点，去抓住它。
首先啊，我们会有我们的小罗盘、小转盘，这个很久没出现了。然后利用我们卢恩符号来看看是哪3个主要的事件，然后配合我们的神谕卡以及塔罗，再做细部的了解。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组宝宝，这个3件事情是关于什么？3个讯息是来自怎样的面向？让宇宙来告诉我们。我们第2组宝宝，你们的讯息，这个在中间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再来一次，在中间来第3个讯息。哦，在这边物质物质，然后这边有个健康，然后这有个目标，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现在在健康、物质以及目标。第1组也有目标，你们大家目标都很明显，对不对？好，我们先放到这旁边，我们来抽一些细微的了解的东西啊。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知道。我们来抽牌的塔罗牌，我们先暂时放一边，先看看我们的神谕卡。关于我们第1个目标，好了，针对你们的目标，这个来了一个需要解决问题、有需求的这个符号在这边，我们来看看细节。我们一个个来拆解这3个目标的话，给我们的讯息。啊，这是爱的一个什么咒语啊？咒语，关于爱的咒语。好，来看看这个目标是关于什么。我们来3张，这张、2张、3张，这张，好不好？3张，好，3张卡。长毛，耳朵，耳朵耶，金龟子，好运哦，看来还不错，大家看得到。好，咱们继续来看塔罗，来，我们把牌一起抽一抽，关于我们第1个目标，什么东西要让我们知道？目标的牌，哇塞，哇，有点激动的样子。好，这样看得到啊。我们把它弄好之后，来，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第1个讯息关于这个目标是关于什么呢？来，放下来看。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第2组宝宝，你们第1个讯息这个目标，那牌都已经抽出来了。这个牌的文符号代表的是一个类似钻木取火，你们2根棍子交叉在一起，它代表你要用一些方法来产生火嘛。那前面你需要做钻木这个动作，所以它在一个事情的本质反映的需求是为了要做下面需要的东西，前面的准备。然后甚至是说你要关心的不是你的需求，而是前面你该准备的东西。大家可以理解吗？等于说你要先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得到这个火，你是为了取暖，对不对？那我取暖之前，我可能需要做的是钻木，但是我取暖，这是你的需求，还是我要得到这个钻木的东西才是我的需求？有时候人家会，应该说有时候人会忘记了什么东西是真正自己需要的东西，把这个过程我需要的那些工具、需要的材料变成重心，而忘记我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需要在这里变成你的目标。我觉得宇宙在提醒一件事情，可能你们现在的目标需要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哦。这更多的是说，我们全部的牌看到的话，我先大概破个题哦。这个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哦，这是一个从执念里面要扒出来的一个讯息。第一个消息就是这不是一个很甜的开始啊，但是结局是清醒的，是解脱的，而且是带来好运的。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来开始看，就像我们这个钻木取火一样，必要的东西是等于说你被迫去面对你真实的东西、真实的需要，是一个逃不掉的课题啊！你需要解决它，你需要经验什么，你要经过什么。它不是说你想
你想不想做，而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人生会一直卡在同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处理。这甚至是说我就是要取暖嘛，刚才说的，我需要取暖，我需要工具。你正在找寻这个工具的过程里面，但是找寻这个工具，你会不会把工具当成了你的重要的目标呢？那就变成现在要讨论的东西了。你最后的东西你是不是忘了？你忘了找这个工具，或找这个关系，或找这个样的一个不管是情绪上的价值，还是金钱上的价值，你到底找的这个过程，最后你想要得到什么？你理解上这个所谓的感情的有点错误的执着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可能是某个关系或某个期待的依赖啊，然后或者是说你以为那就是唯一的出路，以为这只是唯一的方法。我为了取暖，我只能钻木取火，我忘了我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我可以增加衣物，或者是说到一个环境根本就比较温暖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行为的改变，会改变你的过程。那西部的神谕卡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是爱的咒语哦。所以第一个讯息，第二个宝宝，第二个讯息跟爱可能有关，跟你的情感情绪，跟某些人际关系的连接，不一定是浪漫对象，可以是浪漫对象，也可以是合作的伙伴，或是关系或伙伴之间的一个爱情咒语。这边说你中邪，不知不觉的，你不是故意的去模糊你自己的目标，是这个过程里面带领让你模糊了，你就像中邪一样，你不知所以，不知所以然的，你就做了一些你本来可能也不会做的事情。这是爱情咒语这边看到的，这是一个感情跟心理层次的一个面向。它可能是指迷恋或者失去理智，在某一种情绪里面非常直白，而不是浪漫，而是说可能看不清现实，看不清楚对方，或者是某些事情你把它美化了、神化了，明明不对却离不开。所以这个第一个主牌，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提醒哦，跟我们现在的需要，我觉得搭配起来就是有这样的含义。关键呢，不是爱与不爱，而是你是不是被这件事情绑住了判断力，而模糊了你最后的焦点，你到底需要什么？这才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宇宙想要透过这个能量告诉我们第二组宝宝的第一件事情。再来出现长毛啊，这个一根很长的毛刺在心上，很难过，对不对？关键字是为你不再拥有的东西而心痛，感觉很残忍哦，但是也很真实哦。这在说啊，已经失去的东西已经回不来了，但是它却在你的心里放不下，就像这个毛并没有拔出那个心一样。这是一种不甘心哦，不是单纯的思念，并不是单纯的依恋或怀念，是不甘心。这种心情的郁闷。不过很好的，第二个来了一个好运哦。耳朵会听来一些东西，耳朵是五感之一哦，你会收到一些消息、一些讯息，然后关键字是好消息。转折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是什么样的好消息？你会听到别人讲到一个真相，或者别人提到一个真理，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事件、对于这个关系的真正的状态，你会听到，你会得到这个讯息。这是外在环境所给你的一个消息，一个关键字，那你突然就听懂了，你突然就理解了。或许你今天看了这样子的一个频道，我们现在的内容，那你看到了，或者提醒到你，这耳朵你听到了，也有可能你就产生了某一种感觉，过去的那种心痛，过去的不甘心，或过去的不舒服，过去的中邪，在某一种事件、某一个情绪里面，你突然知道这是该反转了。所以这个好消息啊，不是什么复合啊，或者是挽回什么局面，或者是挽回什么关系，而是你醒过来，你耳朵开始听清楚了现在的人事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消息一定会来告诉你这个。后面来了个金龟子，好运哦，金龟子下面就是好运，很棒啊！这消息绝对会带来一个转折。
还有一个运气的来临，然后有保护你，甚至有祝福的意思哦。金龟子在这里非常好的牌，他在说啊，当你愿意啊去放手那些过去不再属于你的东西，就是刺在你心中让你心痛的东西的话，命运啊会立刻补给你更好的运气，更好的消息。大家可以懂这样刚才罗恩符号，我觉得它的关键，你们底蕴想要带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针对这样子的目标性的东西，你们一定要确定了，你们一定要开始奠定出来了。当你转变的时候，好运，宇宙会给你相对的运气，相对的好能量。那这样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程序历程？这边来了一个第一张金币的3号牌，合作跟被肯定，这张牌非常的重要，非常是现实层面哦，一堆人在打造什么神殿，对不对？努力，这是一群人，是一个团体性的，你会得到帮助。甚至啊，会有人帮你一起解决这个事情。这个中邪又在这个协助底下，我觉得这会被突破啊。你某些执念，某些一直做不对的事情，或者说你明白就是出不来、走不出来的那一个环境、那个事件、那个关系，会有人协助你，他们会帮助你，你会被理解，你甚至会把这个长矛从心里就拔出来，是大家的协助。所以这个耳朵听到的东西有很多就来自我们说第三方的其他的人的帮助，然后你的世界就会真实的往前走，往前去打造属于你自己的神殿，属于你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标。这也代表某一种清晰度慢慢出来了，在别人或者是团体所谓的贵人里面的带领底下。所以第二组宝宝其实啊，卡在感情的话，现实层面哦，已经在准备要撮合了，准备要整合了。不管这个能量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已经有人出手了，起码第三方的能量，这不一定是人，可能是某些事情、某些东西的突然出现的协助。来了一个圣杯9，这边第2张牌非常好，满足跟愿望的实现。这张牌在说啊，你真正的愿望其实是希望被满足，就像这女孩在当中是被看见，甚至被大家喜爱的。这个所谓的圣杯9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满意哦，我们说的5颗星的满意度，感觉到幸福，感觉到安逸，感觉到快乐。对啊，它是一个真正的愿望的达成跟被照顾、被看见。只是哦，你可能过去在一个错的地方，在别人的协助之后，这个目标你一旦确定了，知道自己要重新奠定一个新的方向，这个目标定出来之后，你的心情就会重新得到愉悦。这张牌非常好，一定会得来幸福，得来你睽违已久的那种安全的感觉，愉快。这个圣杯9在这边中间很好。然后最后来的一个宝剑的10号牌，宝剑10，我们都说宝剑10支啊，插在人的心上、身上很久了，10支宝剑也够多了，该是一把一把拿出来的时候，拔出来的时候，它代表是结束啊，然后痛不能再让痛继续下去，所以最后出现宝剑10啊，很重要，然后也很干脆，它代表的是一个关系或者是一个执念的正式的结束。刚才说要反转，到10都绝对要反转了，难怪金龟子带来好运了。你愿意反转，你看到问题，你得到一个消息，得到这个所谓的目标的重新的奠定的时候，反转了，所有的能量都反转了。通过这次之后就不会再痛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的话，痛你要马上结束了。而怎么结束？找到你的方法。你不是为了痛才承受的这些，你不是为了失败才承受的这些。我的重点是，我不想要这些，我想要的是开心、幸福、快乐的感觉。那10支宝剑就不该再留在你身上。所以我们第2组宝宝呢，第一个讯息重要的，非常重要，你必须结束一个让你失去判断的概念或者是关系。那不是爱哦，而是你暂时把希望放错的地方。当你真正的去尝试了解某个真相，去尝试知道某个真实的东西的时候，
或许你过去是故意不听的逃避啊，搞不好你本来就知道真相，这耳朵你一直都存在嘛，只是你有没有去听到？你让这个已经死去的东西或死去的期待去落幕、去结束掉的时候，现实的世界就开始合作，就运转起来，别人就可以帮助到你了，因为你开始听得下大家的建议了，这是大家的一个提议了。他们的力量会灌输到你身上去，然后你满足跟好运就会正式带领你到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是我们第一个讯息，我们宝宝一定在新年听到这，我觉得很棒。不管是感情上还是某个你执念的关系，这边看到更多的执念，可能是情感上，很多情感上，要记得去找到一个真正你需要的东西，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你到底需要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看错重点？你真正的要的是这个开心的满意、丰盛、情绪的幸福，这才是重点。过程如果任何的挣扎、任何的难受、任何的像长矛这样刺在你心中的东西，该拔出来，失之宝剑，该反转的。这是我们现在的第一个讯息哦，我觉得非常的好，给大家带来一个能量的提醒啊，不是一个甜美，但是一个不错的感觉，表示你可以慢慢知道真相，是由你自己去知道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哦，第二个，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一个物质。我先来看物质，物质这来了一个，这个是一个热情跟一个冲动，甚至某一种性能量在里面。这个符号是比较特别，它是一个开口，是一个门户。怎么进入到这个门户来看这个物质生活是关于什么？我们的宝宝们一样给大家来抽牌，选择一下。这个牌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这张我觉得它要出来，就让它出来。关于这样子的一个财富物质的，不是财富，是物质的能量是关于什么？这3张，好，就这3张。然后神谕卡，我们的第二个物质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这张 spy 间谍。好，来看看，一起翻开。哇，婚姻，葡萄藤，年轻的男人，这怎么有一点讯号出来了？大家有感觉到吗？年轻的男人在这样的物质，给你钱的男人嘛。好，我们来细部来看塔罗，一起抽完一起看哦。出来了，是不是那么棒啊？已经出来2张，再来1张。好，全部都抽完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二个讯息，这个所谓的物质。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二个物质哦，这个门户到底关于什么？它通常是一个紧张的状态，去挤压而成的。就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出口，甚至是一个聚集的东西。它代表的是可能是生育力，或者刚才说的性张力，或某种强烈的吸引。这可以是任何层面上的积累哦，然后去到达某种极端紧张的时刻之后，去爆发某种能量，就像某一种艺术的创作，也可以用这样的门户来激发。然后这种激动不是在于说把事情带到一个冲突或带到一个紧张为目的，而是利用这样的冲突跟紧张而产生很大的张力。它代表的可能是一个有成就的东西，但是有困难度，你需要去克服。那它也带来某种创造力。完成甚至是培育养育的过程。物质又关于什么？来看细部，我们第二个讯息来了一个 spy， 就是间谍。这个我在看什么东西？这有人在关注你。这个代表的是一种调查，就像这个人哦拿着放大镜在看什么一样。讯息非常的清楚，有些人在观察你哦。而且或者是说你甚至是你正在被某些人评估当中。刚才不是说这个物质有某一种很临界点、很紧张、很特殊的一个能量哦，是要激发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讯息啊。你们前面不是说你们需要看清一些关系吗？看清一些人，这可以是你的情感的对象，也可能是你的重要的关系人。这极有可能你在看清这个人之后，你的物质状态会改变的第二个讯息。如果连接起来看的话，这个观察你的人啊，他可能在暗喻啊某种阴谋论。被看中了，被衡量了，被评估了，被打量了，就像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你在打量别人？也有可能你就在评估上面那一个需要被评估的人，需要重新找到目标的那个人，也有可能是你。这能量你可以去看你们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如果你是觉得有人在评估你，有这种感觉，有人在研究你，对，那这能量就对了。这可能跟工作、跟合作、跟长期的关系有关，这属于一种调查的过程。这过程是关于什么？来看后面3张牌给的很清晰的一个路，婚姻。这是一个联盟的关系，不一定是浪漫关系，当然也可以是浪漫关系，可以是情感对象，他在对你 spy， 他在对你关注，在对你做调查，在对你甚至做评论，说我们走入一个关系的可能，这是在关系里面。如果不是浪漫关系，合作联盟也代表婚约、婚姻，它是一个联合的意思哦，代表承诺，然后绑定。那这样的一个牌不一定是代表婚姻的本身哦，包含的就是刚才说的，有可能是合约或长期的合作、稳定的关系以及角色的确认。有太太，有先生，有甲方，有乙方，有承办人，有主办人，类似这样子的关系，你们会成立在这样子的调查之后。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物质的东西，如果跟金钱扯上关系的话，也可以这样子带领。某些的工作可能在被评估当中，但是有评估的机会会带来联合联盟，这都是一个讯息，会最后得到承诺的牌，非常棒。葡萄藤的关键字，寻找对你有帮助的讯息，是不是跟这个 spy 非常像？所以你们现在的物质生活，你们现实层面，这个物质想讲的是实质上，不是精神上，更多是你可以感受到的，你的生活品质，甚至是你的投资面或者你的工作实质面的东西，需要去找到对你有利的资讯，去找到这个联盟，去找到这个承诺，这个绑定哦。代表的是关键的情报去 spy 出来，去找出来，然后内部的资讯，然后去找到对的连接的人，像葡萄藤一样，那个感觉延绵不绝、延绵不断、很长的，好关系纠结，甚至有一点复杂度在里面，所以要去找出来。但是里面需要去厘清一些真正对你有帮助、对你有利的东西。所以这张牌它告诉你说，不要去，你也不用需要去知道全部，因为这个葡萄藤非常的多嘛，刚才说的蔓延，那这样的蔓延东西非常的广阔，牵扯甚广，不需要去全部知道，但找到脉络，找到你的那一根相关的脉络，对你有用的，去筛选，有没有去筛选？因为用这种间谍调查，好像去研究什么东西对你是好的，这才是你比较可以节省力量的方法。不需要知道全部，只要知道对你有利的那一条线索就够了。这个物质生活，这个入口，这个门户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啊。这个交叉的感觉，中间有一个口，代表就是一个开口。所以你们的很多情绪跟热情的张力，可能就从这边开始。那再来一个年轻男人，他说跟年轻的男人去打交道，建立关系，这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提示哦。直接是人物导向哦，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年纪比你小的阳性能量男人哦，心态比较年轻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是真的实质上年轻的，心态上很活泼的，很年轻的，或者是刚起步的有潜力的人，去跟他们打交道，这样的阳性能量可能在这样的关系里面起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门户可能跟他有关。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里面，细部的历程是关于什么？来了一个宝剑2号牌，我感觉这个非常的犹豫的时期会在前面开始。宝剑就是2支宝剑在胸口交叉它不是一个拒绝，不是一个逃避，是一个自己先想清楚，打叉是先断绝一些东西。也在这个葡萄藤很多讯息、很多消息来到你面前，很多资料
你看着乱七八糟，好像模糊不清的时候，去找到一个清晰的路线，找到有没有在这个间谍底下调查底下，也是在说你们会有一个需要判断做决定的时刻，在一开始，而这个时刻是关于说，你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不知道该不该承诺，或者说怕选择错误，所以你要非常的清楚的想清楚，非常清楚的去权衡，去理清，去找到利害关系。这不是你看不到，而是暂时先封住繁琐的东西，然后自己好好的整理的牌哦。这个宝剑二在这边有一个选择的路在这里，在前面，后面会怎么样选择出来吗？会不会有方向？会，因为权杖的3号出来的，这是向前看，而且是计划未来的牌哦。权杖3一直有，甚至有海外，我们之前说的海外，看向远方，看一下这个路，你看这个道路到天边很远的，这个男人在思考什么？思考怎么走这段路。这里代表的就是希望，有更好的一个可能性，可能在这边会被你选择出来。然后这个选择会带你离开现在的困境，或现在不好的环境，或者是现在物质生活上不足的地方。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愿意做这样的规划，在一个葡萄藤跟婚姻联盟底下，我甚至觉得是一种联合，需要跟大家去做一个联合的关系的成功底下，你必须要做的一个好好的决定了。所以它跟这个我们的入口啊、门户啊呼应的非常好。朝着这个方向，朝这个目标，知道的这个入口之后，我开始就要规划。一旦你有规划，你的联盟的所有的契约就会成立。虽然有点错综复杂，但是刚才说了，去铲除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你只要拿到你要的资讯就好，不用全面的了解了。这个权杖3有这样子更仔细的规划的意思。最后金币5，匮乏跟物质的焦虑，也在于这样子的权杖3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落点。这是一个所谓的比较贫困，就像这个老太太有人给她一个施舍或帮助一样。这代表的是某种经济的压力，或者不安全感，某种害怕选择，然后以为自己会落入某种经济的困境，或某种物质生活的不足、条件的不足。这也是这边这张牌想要说的，所以才可以证明说你为什么会需要认真的去想这个事情。所以啊，我觉得跟你前面的那一个关系人，你的目标，这个是需要看清楚那个人或看清楚的关系很重要。你的这种所谓的孤单寂寞，或者是说单独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支持、充分的了解，感觉到很匮乏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为什么你会认真的去思考宝剑2放在你胸前，就是要理清这个，然后用什么？用你的权杖3重新的计划。第一个就是目标，你们第一个就是目标嘛，找到你为什么，有没有？然后后面找到。我甚至觉得啊，你们现在的某一种物质层面的不足或匮乏，跟你们前面那个人有关哦。你们从此运转了之后，改运之后啊，重新跟其他的那种年轻或者有活力的能量重新交接之后，让他们的能量交接之后，你们的能量也就起来了，然后就可以带领你自己找到更好的方向。所以我们第二组的第二个讯息，这个承诺，这个关系跟长期的这个目标啊，是非常有关系的哦。而且啊，你可能暗自会被评估。那这个讯息正透露的说，某个年轻的男士或阳性的能量，他们可能会有线索，他们可能会来帮助你，或者说，甚至你有一个新的能量的人，就来自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只要你愿意去正视你的现实，然后停止去逃避，然后这个选择就会带你走进一个新的门户、新的入口、新的物质的提升。
然后建立更稳定的生活基础。这就是我们现在第二组的第二个讯息，非常的明确。然后第三个讯息，健康。健康来了一个这个很特别的牌，这个代表智慧。但怎样的智慧？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第二组宝宝的讯息是关于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讯息是关于什么。讯息一定都会有一点关联性，虽然是三个不同的给你的消息，可这消息其实可以互相的交织的，因为这是你生命的能量，所以全部可以了解一起看。你有什么感觉的话，可以去理解，找到你的理解方式了，不用一定说今天我三个通通都跟我有关系，我都要去。不一定哦，这个东西就是里面的某一种能量，你们有宇宙这边一起提出而已。那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共鸣的部分，然后去改造它，这才是我们现在塔罗提取的目的哦。健康这边健康带来一个这个符号，我们来看看这个智慧健康的讯息要关于什么？要耐心哦，你要有耐心。来，再来看看钱包。2月不就现在吗？再来一张。好，来看西部的塔罗牌，直接出来，再来2张。好，来看看我们的第三个讯息是关于什么？好，带上去了。看看我们第三个讯息是关于什么？好，第三个讯息，这个我们的所谓的健康的这个符文啊，这个是代表智慧哦。怎样的智慧哦？等于说受到更高的力量跟祝福的意思哦，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哦，开始学习，或者是说以新的一个方式表达创造性，或者是说透过旅行啊，扩展更有视野的方式啊，去找到自己的目标。而它的关键的后面是在健康，这可以是一个身体上的提醒，不是说你会身体不好，我觉得这边更多的是提醒。前面不是有一些东西，一些压力嘛？你们有一些想太多的事，有一些烦恼、宝剑2，例如要做决定，很多东西都会影响你的身心啊。所以这个健康说要更有智慧的，去用更高维的力量、更高维的一个思考面向，去帮助自己厘清很多事情，这对你健康才是有利的。这更多是这样的讯息哦。表示啊，你的呼吸啊，你的节奏啊，你的意识的一个状态啊，都跟你现在的身体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你身体就会影响你的心理，人是一体的，完全不可以忽略。好好的吃喝，好好的照顾自己，更有智慧的去看待你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形体。更重视把目标放在你自己身上，这才是这个服务我觉得想要说，不是说你一定身体要注意要怎么样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更高维的方法去处理看待你属于或者是发生在你身边周遭的任何事情。这个牌我觉得非常的深刻，非常深入，等于说啊，你现在的生活的节奏啊，也有可能让你的身心有点超过负荷，这也是一个提醒。这里指的是一个整体的状态，不一定是身体哦，健康，很多情绪也是代表健康。那细部我们看到我们的神谕卡出来的一个耐心，非常需要耐心，时间，这个可能要需要一些时候来慢慢的整理整合。我觉得在于过去你们的某一种目标，某些人需要看清楚，某些关系需要理清，某些
东西需要做抉择，某些物质或金钱上的东西需要去落点，很多在的东西都需要时间去慢慢催化，所以着急不来。而且他说再等几个月啊，下面有关键字，等几个月后面就有一个2月，看到没有？2月，几个月可能是两个月，2月就是现在也到了嘛，现在也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关键期，你要好好去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需要几个月，甚至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慢慢的去消化它。也是一个重点，例如刚才说的2月，或者是说2的倍数都可以哦，12月，或者是说2日期，12啊，22啊，这样的日期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那个时候当做一个计划性的让自己在某个关键时候就让自己放松一下，也可以这样子来做调试。所以这边在说啊，事情它不是卡住哦，一直说这个在说的是需要时间去发酵。那你现在如果觉得你很撑很累，那就好好看看后面的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楔子，就是一个有人作梗的东西。那谁在作梗？我觉得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东西，谁在作梗，让这种东西不顺。前面有个 spire， 有没有？你们的物质的东西有 spire， 或许就是那个你在观察之后，你去调查之后，你当一个侦探之后，你说不定就会找到这个东西，这个从中作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时间需要几个月，没关系，给自己慢慢去调查的时间。这个有助于你健康，我觉得是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健康，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马上知道答案，马上知道结果，可能没办法，慢慢来，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那这边要注意钱包，前面你们已经有个物质有入口，要好好的去找到你赚钱或找到钱，让钱到你身边的方法，有没有？那个路要确认好，这个钱包叫你要注意，重复的提醒哦。所以我来说，这个能量是要一起看的。要注意你的财务状况，不是恐吓，只是提醒。它代表的是说，不要去冲动的消费。这个 patient 代表的也是要耐心嘛，不要看那个东西就很想买，看到一个东西很想投资，就想把整个钱 all in 进去。要看猪，观察个几个月，甚至有这个意思，说不定中间有一些东西，也猫腻就出来了。不适合冲动的去做决定、做消费、做投资、做任何金钱上的大幅度的运作，这是现在看到。不要做高风险的一个决定。你们的物质前面不是有宝剑2？我觉得你看这个根本就是在讲，很多时候都融在一起，是在讲一件事情。你们的精神啊，跟你们睡不睡得着，就关于这个。所以不要去做风险的事情，才有利你的健康，更智慧一点。财务要更保守的管理哦，这跟你的那个前面的牌蛮呼应的。好好去找到赚钱的模式、赚钱的方式，甚至离开某种关系、某种人或某种团体，然后重新整理你自己的一个轨道。这个全部都可以一起看到，人事物连接在一起。那后续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来看到3张牌，这个那个。权杖6号牌是好的意思哦，我们现在有机会会成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完全就在你转变之后，这新的成功就开始，你会觉得好像某个东西垮台了，对不对？但大家在欢呼，这种胜利好像某种东西瓦解，跟以往的所谓的胜利那种载誉归国、大家列队欢迎的那种权杖6是不太一样的概念，是某种东西垮台了。倒塌了，崩溃了，但是大家却开心了。这可以是你现在健康的某种东西讲的事情，某个让你撑很久的东西，某个让你难熬的东西，让你讨厌的东西，你把它处理掉，用细心去关照的时候，它某一天它就垮了，它就不像之前这么的去困扰你了。然后这个垮了之后，反而大家很开心。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建筑物，一直卡在这里很久了。堵在这里，让大家都过不去，是不是？就是过不去，怎么过去？要怎么过去？一定可以过去，因为中间来了一个愚人牌。这个成功代表是表面看起来不错，但是好像大家其实并不是很喜欢的东西，也是你可能不喜欢的。
但是其实你们已经在处理了，已经在期待它垮台了。会垮台，你之后的那种胜利是来自某种东西的垮台瓦解，所以这个成功的本身哦，它有一些时间需要去消磨，你才可以看到最后那种真的正义的来临，真的好事的来临。用愚人牌的精神呢，愚人代表会重新来啊，或者是重新来一个新的旅程啊，然后重新去，甚至像这样子。这个人整个灵魂上升，你们有智慧对不对？健康，我觉得你们身心灵会提升到一个程度，会重新这种 renew 是来自某一种你情绪上的价值去得到满意，你们前面得到一个决定性的方案或者决定性的做法之后，你自己得到重生，然后精神上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有没有？这个健康的智慧也就是在于这个，有没有很神性的、很灵性的、很精神层面上的一个重新的改造，重新的，好像脱胎换骨。对，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把全部丢掉重来，换个方向，然后马上开始新的生活模式，你会重新找到一个新的自己。在你现在的这个讯息给你的能量，所以这张愚人牌哦，等于说也在说现在不适合很快的行动，但是你可以期待你即将在这个某些东西的垮台或某些东西的离开之后、崩坏之后，你重新反而找到一个出路、出口啊，甚至可以这么说，你灵魂的出口。那这边有个吊人牌。会吊你一阵子，这跟那个时间的这个牌很像哦，需要时间。吊在这里哦，是不舒服的。有时候吊人牌是没办法，环境的因素，你必须暂停，必须换个视角、换个角度看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牌。他在说啊，你现在的最健康，对健康最聪明的行动就是暂停，很奇怪，对不对？也在说啊，配合你这个。如果你要好好看这张牌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人不舒服，对不对？他被绑住了手脚，好像动弹不得。但是他现在不是挣扎，他可以在这样的视角里面好好去想解决的方案。这不是放弃，而是我在休息里面去调整我的角度，去重新用一个方式看这个世界，去扭转我对这个事情、对这个关系的看法，然后等待时机成熟，这才是我们现在吊人牌在这边的意义啊！所以整合我们宝宝们的第三个讯息，这个你已经成到一个看起来也快要成功的时候了，有没有？这个东西即将垮台哦，然后你的身心灵呢会慢慢朝向更好、更重新改造的下一步已经要进行了。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期待，那现在会有一个过渡期，需要去暂停，需要去忍耐，去重新看待或重新找到一个观点，没关系，在某些时候过去，例如他说的这些月份或是这些关键的日期，你去当做一个提醒，然后去看看这个事情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去解决掉，你自然就会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这就是我们现在宝宝们你们的全部能量，3个讯息在这边，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一定要提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改造更好的自己，然后去留言，让这样子的显化快来到你的身边，去留下来，有形就有灵哦，这是一个能量的展现。那就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